这一次，你依然带不走他，而何敢与天为敌？天道，你该现身了！师兄，停下！去你的天道！不！月心上的天空突然涌现阵阵灰云，云层中露出一道熟悉的目光。19年前的天道轮回使者再一次降临，天道使者的目光落在周如身上，他巨大的手臂从云层中探出，抓向周如。亡灵一跃而起，生死轮回轴出现，滚！浓郁的灰气在亡灵身前凝聚，将天道使者的手臂弹开。而后本尊一冲而起，将天道使者的手臂直接击溃。天道使者这次也是由背而来，他伸出2条带着一丝红色闪电的手臂，分别抓向下方的亡灵和本尊。本尊低吼一声，化作古神，他眉心处3个心点疯狂转动，巨大的手臂再次被震退。生死轮回轴在手臂抓向亡灵的瞬间挡在了他的身前，天道使者的手臂抓在画轴上，大量的灰气涌出，手臂传出阵阵呲呲声，一股白雾升起，最终逼得天道使者不得不收回手臂。天道使者无情地扫了周如一眼，他双手在身前一撕，云层被他一撕为2，露出他那张巨大的脸。天道使者冷冷地盯着亡灵，突然张开大口，一道灰芒飞出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轮盘。轮盘一出，以亡灵所在之地为中心，迅速龟裂，天空上出现了大量的空间裂缝，好似天崩一般。亡灵心神一动，立刻和本尊融合在一起。天道使者伸出手臂，在轮盘上一拨，亡灵脸色一变，这股熟悉的力量正是轮回之力。他四周的轮回之力形成了一个天牢，将亡灵牢牢束缚住。亡灵的身体无法移动，甚至连手臂都无法抬起。解决完亡灵之后，天道使者的下一个目标便是周如。亡灵的内心疯狂呐喊着不，他19年来辛辛苦苦就是为了这一日。现在他正眼睁睁地看着天道的手臂即将带走婉儿的原因。这一刻，亡灵彻底疯狂。天空上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古神虚影，古神出现后，一把将生死轮回轴展开，一道浓郁的灰气融入亡灵身后的古神虚影中。古神虚影一震，他的身上突然出现一丝天道使者般的气息。古神大手抓住天道使者的手臂，狠狠一拽，顿时隐藏在虚无中的天道使者被古神生生拽出。只见2个一模一样的巨大身影同时出现。亡灵心神一震，天道使者不仅和古神虚影长得一样，他的眉心处居然也有7个心点闪动，只不过其中3个好似被封印一般，十分暗淡。亡灵的心中升起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，这是他第一次见天道使者，但这使者怎么会是一个古神？这一切颠覆了他的想象。亡灵突然有些疑惑，天道是什么？天道使者的眼中也露出了一丝迷茫，他望着古神虚影，张开嘴，好像想说点什么，但最终他并没有开口，而是将自己巨大的手臂挥向古神虚影。这一击让整个月心都为之一颤，方圆万里瞬间坍塌。古神虚影被击退后，再次向前一冲，他一拳又一拳地和天道使者轰击在一起。亡灵嘴角的鲜血越来越多，突然他身体外禁锢的轮回之力有了松懈。亡灵低吼一声，一拳轰击在天道使者身上。死！在亡灵和古神虚影的夹击下，天道使者节节败退。你不是无足。从古至今，从没有哪个古神可以拥有内修，更别说亡灵还拥有意境。亡灵同样以古神之语回复，无论他是与不是，他都绝不会让人收走婉儿的原因。就在此时，周如身上的白芒越来越浓，属于婉儿的声音从周如体内传出：亡灵，你骗我！亡灵身子一颤，他猛地回头，看见了一幕让他悲愤欲绝的画面。只见周如的魂魄被白芒笼罩，从肉身上飘出，落在四周。婉儿在苏醒的那一刻停止了吞噬周如魂魄的举动，她以元婴之力将周如的魂魄震出身体。没有了周如的魂魄，这具肉身瞬间被死意笼罩。
婉儿虽然想要陪着王林，但若是让他以吞噬周如魂魄为代价，实在太过残忍。这19年，他感受着周如一点点长大，这让他实在没有办法做下那些狠心的事。王林右手迅速点在周如眉心，婉儿的元音缓缓升起，答应我要好好照顾自己。他让王林不要为难周如，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选择。天道使者来到王林的上空，他再次拨动轮盘，一股巨大的轮回之力笼罩婉儿。王林猛地抬头，他的眼中露出极致的寒芒。没有他的同意，别说他不是天道，就算是真正的天道法则，也别想在他生前带走婉儿。王林一点眉心，婉儿的元音被他收入天力珠中。天道使者深深地看了王林一眼，他眼中露出一丝茫然，而后慢慢消失在天地之中。转眼间，天空上的云层和轮盘一同消失。王林看着周如的肉身，突然疯狂大笑，笑声中透着悲凉疯狂。王林与天斗2次对抗轮回，却没想到最终输在了天意上。王林将周如的魂魄扔入肉身后，消失在天际。此后，月星上出现了一个蓬头垢面、口中时常说着天意2字的疯癫之人。1年后，一个雨夜雷鸣之日，雨水落在王林身上，顺着他的脸颊滴落。他这一生在杀戮中度过，化凡中感悟生死天道，看生是生，看死是死。周易前辈2人让他明白看生不是生，看死不是死的含义。周如的生死徘徊，婉儿的生中有死，死中有生，让他终于明悟，原来看生还是生，看死还是死。19年的时间，婉儿让他知道，原来世间之事，逝去的就让它逝去，存在的就让它存在。在王林的感悟之下，他父母的魂魄从他眉心处飞出，慢慢消散。他们并未魂灭，而是进入了另一种生的境界中。王林的生死意境已然大圆满，修为突破化神，下一步便是应变。应变期乃是真正的大神通者，应变期修士在任何修真心都会受到众多势力的拉拢。问鼎老怪大多常年闭关，几乎不问世事，所以应变修士可以说是一个修真心的中坚之力。王林进入天地柱中，等他应变之后，便能拥有唤醒司徒南的实力。婉儿沉睡的原因也在天地珠中，他全身笼罩在天地珠露水所化的灵液中。王林望着婉儿的原因，他会一直守护着婉儿，直到她苏醒，或者她魂飞魄散。王林四周放着他储物袋中所有的仙玉，从化神到应变的关键就在于仙玉的多少，仙玉越多，仙气越浓，应变的成功也就越大。对于天道的领悟，更是成为应变修士的重点之一。王林的意境已然圆满，在见过天道使者后，他心中对于天道有了一丝怀疑。他能感觉到他眼前有一个巨大的谜团，现在的他并不能参悟这个谜团。王林开始全力吸收四周仙域中的仙力，仙力与灵力以他的身体为战场，展开了生死诛杀。化神修士突破应变，体内灵力会有2种变化，一种是灵力被生生挤出体外，只剩仙力，最终成为应变修士。这种方式相当简单，也是大多数修士的选择。只不过这样一来，灵力全部浪费，之后还需要重新吐纳吸收。这也是为何不少修士在晋级应变初期时修为不稳，需要闭关100年调息身体。另一种则是生生把灵力炼化，让灵力达到与仙力平等的状态。这种方法很难，但一旦成功，便不需要闭关100年来调息，这在应变初期将会占据极大的优势。王林选择的便是第2种方法，毕竟现在的他没有100年时间用来闭关。一转眼3个月就过去了，王林猛地睁开眼，他的仙域虽然比不上一些多年大派的数代累积，也绝对不少，但现在仙域即将告罄，可他体内的改造仅仅持续到了1%。1个月后，王林所有的仙域全部碎裂，他也完成了1%的仙力凝聚。王林站起身，思考着自己该去哪里找足够的仙域。要知道，整个修真界出产仙域的只有仙界，但仙界已然崩溃，仙域的数量也极为有限。王林想着，炼魂宗内应该有不少仙域，而且一些其他的宗派肯定也有存余，到时候实在不够的话，他就只能去抢了。想到这里，王林身形一闪，消失在原地。